魏长泽和温若寒谈笑间，在场的人都坐不住了。江丰眠最甚，指甲死死地抠进手掌内，面上已是惨白一片。而早已知晓的蓝启仁见着江丰眠的反应，暗自摇了摇头。长泽兄的死真与江丰眠有关。魏长泽拍了拍身边的魏婴，温兄，这是我的儿子。温若寒看着眼前身材弱小的少年，样貌倒是上佳，眉眼像极了藏色，一双桃花眼勾人摄魂，也难怪能在世家排行榜上排第4。若是魏长泽和藏色都在，又怎么可能只是第4？终归也有一些不入流的把戏。魏婴笑着和温若寒行了礼，温宗主。温若寒微微颔首，又招呼着魏长泽于一旁入座。魏长泽经过江氏的位置时，朝着江丰眠淡声说道：“江丰眠，我们的账清谈会结束算，你有2天时间。”魏婴眼睑微微下垂，长长的睫毛挡住了那藏在后面复杂的眼神，迈着坚定的步伐朝着自家阿爹走去。一行人很快各自入座，魏长泽父子被安排在了温若寒的左侧。不等魏婴入座，就传来了温兆嚣张跋扈的声音：“谁许你们坐这的？这是本少爷的位置。”一身烈焰红袍以及温潮油腻的脸就明晃晃地出现在了众人眼前，不少人暗搓搓地感叹：好戏那么快就开场了。不等温若寒说话，温潮直接对着魏无羡直接就开骂了。至于为什么没敢对着魏长泽，一来他不认识，二来总感觉这个人不能惹，于是下意识就将魏无羡作为了发泄口。温潮话语十分难听，魏婴看着脸色越来越黑的父亲，想要起身教训温潮，却被魏长泽狠狠握住了手腕。周围也开始传来琐碎的议论声，终归绕不开家仆之子、白眼狼等词。温若寒听着温潮不着边际的话语，还有那些闲言碎语，重重地拍了拍桌子：“温竹流。”温潮被温若寒吓了一跳，噤了声，可他说的都是实话呀。温竹流朝着温若寒拜了拜，赶忙拉着温潮离了场。温竹流哪能不认识那黑衣男子？这段日子经常与宗主会面，宗主是十分看重此人的。就在温潮对上魏无羡的时候，一个小厮偷偷告诉他，此人竟是魏无羡的父亲，之前闻名于世的魏长泽。将魏长泽父子安排到二少爷的位置，这中间怕少不得大少爷的谋划了。长泽兄，潮儿顽劣，听了些风言风语，便以为是真了。温若寒举起手里的杯子，朝着魏长泽说的：“我温家书阁中的功法，可由魏婴任意挑选。”魏长泽眯着眼环视了一周，或是看戏，或是耻笑，除了兰家和聂家有点不适，再无其他。这个就是阿英这些年来的待遇吗？当阿英开创轨道，待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魏长泽毫不犹豫释放了自己的灵压，冷声道：“魏某的家事，众人当真不清楚吗？若再让魏某听得此言论，那休怪魏某提剑上各位家门。”强大的灵压压的众人喘不过气来，可温若寒的眼神却不断地亮了起来，仿佛找到了宝藏一般。温若寒可不会为了那些废物开口。有几位顶不住的家主连忙道歉：“魏兄，我们没有谈论小魏公子啊。”有一便会有二，有几位甚至开始抱怨魏长泽不分是非，随意攻击，失了侠士风范。温若寒虽然很鼓励这种作死的行为，毕竟能看到魏长泽出手，不过清谈会还是要开的。张家主是在质疑长泽兄吗？温若寒的说话使得风头再次转调，一堆人开始讴歌起魏长泽的生前事迹，明里暗里将祸水引到江家。那祸水之源，人家本来就听个碎碎念，又转述给了别人，结果还被当事人给抓住了，无妄之灾。江丰眠早已是大汗淋漓，鬓角已然湿透，握着灵剑的右手青筋暴起。魏长泽端起桌前的茶盏，白皙的手指搭在茶盖上，在茶盏上方轻轻地扇了扇，氤氲的热气很快消失在了空气中。魏婴双手置于膝上，乖巧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偶尔偷偷环顾一下那些因阿爹灵压抱怨不已的家主，瞥到那一脸苍白的江宗主，双手不由蜷缩起来，百感交集。魏长泽似注意到魏婴的出神，顺着他的眼神看到那云梦将是所在，嘴角微弯，魏长泽挥手间收回了那灵压。没了那灵压，在座的众人或如释重负，或若有所思，偌大的会场一时间竟陷入了沉寂。
魏长则站起身来，朝着温若寒以及在场的人拱了拱手，请温宗主还有各位家主勿怪。长则爱子心切，一时失了分寸，言语虽是致歉，可语气仍是淡漠，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之事。哈哈，长则说笑了，家人本就是逆鳞所在，更别提你那孩儿多年未见。温若寒爽朗的笑声顿时响遍了会场，言语间多是熟络。经历了魏长则的霸道镇压，劳氏最爱出头的姚不齐也不敢再多说些什么，只能笑着附和温若寒。有着八卦属性的几位家主嗅到了八卦的味道，暗搓搓的打定主意私下去调查调查，纵然心思百转千回，面上不露半分。在以金光善为主的斡旋下，会场的氛围渐渐暖了起来。魏长则拍了拍魏婴的肩膀，对着温若寒说道：温宗主，能否让我的孩子也下去与同龄人较量一番？